我接下来讲到跟你我更是息息相关的哦，因为我觉得最近大家应该又在那边改来改去了哦，然后又拼命在预约啦。好，因为我前2天才去意愿登记疫苗的东西啦。意愿。那疫苗，因为现在就说缺疫苗嘛，那各地都不够打，然后包括那个绿营执政的县市也是动尾标。好，那不更别说台北市长柯文哲了哦，就是说他打太快被念，打太慢也被念，然后要不然你指挥中心自己来打啊。好，说来说去其实就是这个疫苗的这个供货不稳定啦，好，是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看到了，就是说在这个疫苗的线上预约，前2天加入了国产疫苗高端，好，那很多人一个不小心呢送出去的可能有高端，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我那天登记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说他已经都帮我先勾好了。那如果我不要高端的话，我要先把那勾勾去掉，好，这样。那所以我不知道我觉得，而且这时候很多人改一波。我是没改啦，就是我还是只有填莫德纳，但是很多人我也是，你也是哦，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就因为看到高端上线了，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，哟，那会不会最后这个不稳定的情况之下，我只剩高端可以打，那现在还有 AZ 可以选，所以说很多人就改啦，好，改变心意便捷了，去选 AZ。那当然现在对政府来说，我是觉得啦，好像已经有点在狂促销 AZ 的感觉哦。如果真的 AZ 到时候你看越来越多的话，我甚至想说，会不会打 AZ 送什么东西都有可能，我不知道。可是其实这是一种行销策略，我觉得心理学蛮厉害的耶，对不对？就会让大家觉得说，那莫德纳等到哪一年嘛，我也等不到，等到死吧。但是 AZ 那不要跟高端比较，我才知道 AZ 的好 ，AZ 的幸福，所以赶快选了 AZ。所以我不知道委员怎么看这一波。对，千惠讲的很直接，就是重点了哈。我们看到民进党政府呢，其实他非常擅长的一件事情，他可能执政不太行，可是他很擅长群众心理，群众心理，他非常擅长。所以你会看到他不管是大内宣也好，大外宣也好，他所有的东西呢都是配合他的下一步要做的事情。我们看到过往呢，我们看到实际上面验证的这个AZ 的这个死亡率，它是事实上面这个验证出来的哈，它的死亡率在全球上面来讲它是偏高，对，这是一个事实。对。可是呢，我们看到就是说，当它的这个因为疫苗缺乏嘛，我们就讲说疫苗缺乏情况之下，然后 Moderna 进来之后，其实我们也认为就是说，这个那个医护人员他应该先，因为他的这个风险其实是非常高，所以我想医护人员第一类的部分，大概让大家说他去打这个 Moderna 部分，大概不会有民众大概都不会有任何的一个质疑。可是呢，我们知道这个 Moderna 打完了之后呢，这个第二类的这个人进来之后也是一样，我们那时候不是讲说第二类的人员现在是不断的一直膨胀，一直扩充。我记得大家如果去看过往这个食药署里面呢，也有提到食药署明明它编制的人员好像是只有400多还是多少，可是呢，它实际上面登记的人膨胀的很大。然后我们那时候也因为这样，我们才要求说你要把第二类施打的人公布出来。可是到今天为止那个时候讲到现在，大概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。我记得是5月底的时候我们讲，到现在为止呢，他就是拒绝不公布。然后现在讲 Moderna 的部分呢，他是去施打第2剂嘛，他现在登记那 Moderna 部分是施打第2剂。那你会发现，就是说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，有时候我们当然就会觉得说，这个他故意不让疫苗进来，是就是为了高端吗？所以民众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在想，为什么呢？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呢，是民众普遍对于政府呢没有任何的信心。为什么没有任何信心？游戏规则一直在改变，而且呢，他一向的就是说，他在做任何的一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讲说你要把东西资讯摊开、公开来讲。其实基本上来讲如果资讯公开透明的情况之下，会不会有老百姓不支持自己的国产疫苗？不会你知道，因为大家都希望台湾好嘛。那问题是说，为什么大家现在把这个高端呢当成是一个很害怕的一个讯息？我跟你讲，随便讲一个，它的不良率高达了82%，你觉得大家会打得安心吗？对，没错，会安全吗？小英不是说就是要让大家安全了才施打才开打，可是问题你不良率高达了82%对，然后你最严重，我刚刚讲，我觉得说这个归根究底的一个情形呢，就是说民众对于政府对于这些行政官员的说辞呢，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信心。记不记得那时候大家那个副总统陈副总统他在出来讲说，他这个打了这个高端的这个疫苗，可后来大家知道说，他打的是安慰剂他并不是真的打的这个是高端的疫苗。然后
另外呢，大家一听到这个食药署在说这个不良率出来的时候，食药署的署长他居然会讲说，哎，这个不良的这个产品，它可能是更好的一个产品。对，也就是说，像这些诸如此类的这个东西，它都是跟常情它是脱轨的。如果你今天跟常情呢，第一个你不要脱轨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民众还会觉得说，你讲的是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看到它完全都是一个脱轨型，然后 EUA 的部分就更离谱了。我觉得我们已经讲了好久了，从5月份开始讲了。通常你 EUA 的部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它是不进到第3期给 EUA 的，没有，全球没有。我在立法院质询这个那个石次长的时候呢，我直接问他讲说，他讲说，我们的 EUA 全部都符合国际的规范，然后问他说哪一个国家，你只要讲一个国家好了，哪一个国家在没有进到第3期的时候呢，你给 EUA 哪一个国家你就讲。那我觉得这整个过程为什么荒腔走板的一个情况之下，其实全民都希望台湾好，全民也支持国产疫苗，但是你不能叫全民当白老鼠啊。对，而且这个事情让我们看到，我们的政府它是用政治来决定人民的生死。是这样子吗？是这样，但是问题是说，我们讲说民主社会，台湾，如果你讲说现在是回到古代，或者说你是讲说，比如说像有些国家它是有贱民的制度，对不对？那你是贱民，你在国家的制度里面就是这样的话，但是问题台湾的宪法上面讲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，他说我们台湾的人民呢不分种族、宗教，然后这个性别等等啊，还有你的信仰。通通不管，然后呢，你的权利是平等的。那既然是权利平等，然后宪法上面还讲说，我们有我们的健康权，我们有我们的这个财产权，我们有我们的生命权，像这些是基本人权。那你今天怎么可以有？你政府有什么资格来决定我们老百姓的选项？可是今天老百姓为什么会有心理会有是说，如果我不赶快去选 AZ， 即便在前一阵子我们已经听到了说 AZ 的这个死亡率在全球来讲它是相当高的，然后我们也听到说丹麦的地方说不打这个 AZ， 很多地方暂缓，很多国家都不打。可是为什么现在突然 AZ 会变成大批的去对？为什么 AZ 会变成一个很好的？因为它现在幸福是比较来的，对，因为它现在就有讯息出来说，第一个呢，如果你将来这个不打的话呢，你莫德纳不知道等多久？对，第一个。对，那我们已经看到，而且现在说国际上面供货莫德纳有点问题嘛，南韩那边对，所以大家考虑的一个情况呢，就会变成说，好，那如果是这样进来的一个情况之下呢，我会不会真的轮到去打这个高端？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记得好像在前2天，我们上次就有提过了，但前2天我看到影片上面不是这个林维洲委员他就出来讲说，呼吁绿营的要把这个手臂捐出来给高端嘛，因为现在高端要表忠啊。你不是要表效忠吗？对，而且确实我看到很多绿营的也都约啦。那我个人是比较解读为是政治预约啦，那确实是吧？是不是？因为你就看他实际上面约归约啦，你也不打啊。对，实际上面打的怎么样？实际上面打的是什么嘛？对，那基本上面来讲，虽然是就政党不同什么东西，我还是觉得说他们去这个去打这个高端哈，这个其实是有风险，因为毕竟疫苗呢打到这个体内之后呢，你没办法说打进去我还把它抽出来，没办法嘛。所以它已经在你的身体里面。所以但我要回到一点讲，就是说，虽然是这样的情况，我为什么一再的呼吁说，你第2类的这个行政官员呢，把你的手背捐出来？我不是讲说把你的手背捐出来，然后你食药署啊这些，因为这些的 EUA 是你们核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们既然核了，你今天要告诉老百姓说可以打，你就应该要以身作则，然后自己出来说，我打，我对这个有信心，因为你们看到的资料，老百姓没有看到资料。可是我们看到今天的情形呢，为什么老百姓会有感觉到自己被当白老鼠的情形呢？就是因为第一个，你 EUA 的审核的部分呢，全部都是黑箱，你不透明；第二个，你的第2类的人，你干嘛跟老百姓去强打Moderna 或者是 even 是这个 AZ 呢？你为什么要跟老百姓去强打呢？你应该是说，如果你对于高端这么有信心的情况之下，甚至我觉得食药署署长，你既然觉得说被这个退货的产品可能是更好的，那没关系，你就出来打嘛。对，你可以用自己的这个行动来证明，就是说这些的
这些的这个高端的疫苗的确是好。那如果不是的一个情况之下，真的我会认为你第二类的人，以现在的情况，你第一剂都已经打了，你凭什么第二剂的部分你还要跟老百姓抢打？这真的是没有道理了。因为全台湾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第一剂都没着落呢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刚刚其实我们讲到了，就是说，没有人不支持国产疫苗，你高端好好做3期，对不对？你拿到了国际认证，那谁会不打呢？哦，可是问题是现在我不知道在台湾会不会有高端巨打潮啊？因为我们这些什么保护力的数字啊，都是听他们在讲，李秉颖说9成，比 AZ 还好，那什么比 Novavax 还好，这样。那问题这也是你在讲的啊，你没有让我们看到数字啊，而且问题是你没有做3期，你就是保护力没有一个实质的证明给我们看嘛。好，那如果啦。台湾出现了巨打潮，所以也难怪传出说现在这个不是要送给9个邦交国吗？是往国外送问题是往国外送，没事就没事啦。那如果真的是怎么样的话，会不会反而有伤台湾的国际形象？会啊，因为我就讲说，你这个我们的邦交国本来就已经是其实还蛮少的啊。那在这样有限的邦交国的情况之下，你应该是要把你最起码要给的是那个WHO 它核可的一个疫苗，因为这样你才没有责任嘛。那你今天给的一个疫苗呢，这个疫苗呢是没有经过这个 WHO 核可的，然后你自己又不 follow 不遵循这个国际的这个紧急使用授权的它的这个流程去做，然后你自己就出来。那从这个邦交国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讲的话，他会觉得说，你根本没有把你的这个我的国人的这个生命跟健康当回事情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在日后呢，它会产生很多的一个争议。尤其我们知道，在实务界上面来讲呢，当你找别人来做这个试验的时候，其实你是要付钱的嘛。对。在实务上面来讲，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学术机构也好，当你做这个临床试验的时候，你是要，那你现在是等于是以这个捐赠的一个方式给出去之后，然后由别的国家的人民当成这个白老鼠。我觉得这个东西从不管是从专业上面来讲，或从政治风险上面来讲，它其实都还蛮高的了。好，那其实我刚刚也看到有网友一直在刷啦，他就是说一问三不知，还要人民打，又毫无逻辑啊。说高端已经可以上线接受大家预约了，那很多人就说那 BNT 呢 ？BNT 那当然 BNT 还没来啦那我想来了之后应该也是会加入这个预约平台的。可是现在网友都很焦虑啊，就是说最起码还有1500万剂的 BNT， 很多人其实是在等这个可是又觉得说这个是不是也轮不到？尤其我讲说这种青壮年的这个年龄层那对，所以这个部分其实，我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对，因为我也在等BNT，你也在等BNT，我也在等BNT。我上次其实听到一些这个朋友们呢，我其实也帮他们觉得很难过，因为他们的抱怨是这样，他们的抱怨就讲说，他们的年龄层带就是30岁到这个39岁这个中间嘛，然后他们抱怨层就是说，很多的事情现在是我们这个年龄层的朋友们，他实际上面都在做这些事情的，然后他们也乖乖的缴税啊，然后该做一些这个社会的这个事情，可是呢，看起来就是说你从这个年龄层上面排到他们呢到不到，就落掉了。对，然后到可能 BNT 很多人说搞不好是只给30岁以下的打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也要给青少年打嘛，对不对？那其他的他之前开放的就50岁以上的，对，所以可能就像你讲的30到49这个年龄层的前后都等不到。对，所以他们觉得说，从国家的这个缴税的税收的上面来讲的话，它有很大的一个贡献，不管是工作也好，税收也好等等，它的付出很多。国家为什么把它这一块呢就忽略掉它的这个存在啊？那但是我觉得回归到一个重点呢，就是说，其实还是真的就是疫苗的缺乏不够了，所以我疫苗缺乏，台湾才有这些奇奇怪怪的政策嘛，然后才会一天到晚我们的这个预约机制一直在修正嘛，对，每天都在滚动式调整啊，调到其实有时候你早上跟下午就不一样了啦。对，然后我觉得更离谱的就是说那个补教业啊，因为补教业有来找我，你知道，然后我觉得他们讲的很有道理，就是说因为他们现在接下来学校开学啊等等的这个情形发生的时候，那你说老师不打
疫苗，然后老师不打疫苗的一个情况之下，然后他这个一样嘛，在补习班里面还是会有这个群聚的这个情形发生。老师不打疫苗，学生也没办法打，所以刚刚大家都没打疫苗。对啊，所以结果我们的行政单位怎么会发出来一个讯息是讲说，那后来当然行政单位有就是说叫他们去造册啊，那他们就来讲就是说啊，谢谢这个委员的关心啊等等。但问题是说，他最近呢他就讲说，哎，我只是说造册而已，我没说你可以。对，没有说你可以打。我觉得这个人民的感受啊，我觉得真的是有没有把人民的感受当一回事？他本来抱的一个希望，你想想看，有谁做意愿登记的时候是说后面的施打是不要的？对，不会嘛？所以你现在把它拆开，一个月前不到半个月前吧，因为我的韩文老师，那他当然是这个外国人有居留权、居留证，他两边就补习班这边还有在学校，因为他在一般的高中还有教第二外国语，两边都帮他造册了，都帮他送了，所以我一直以为他打了，但我觉得应该还没打。他现在是讲说，他说，哎，我只是说你造册，还没有到施打。但我们知道哈，9月份之后呢，学校开学，对，学校开学，所以我觉得很多的问题呢，其实应该要在这个学校开学之前，其实都应该解决。所以我觉得荒唐就在这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既然造册，这些人会造册，他是先问你要不要打哦，所以你已经先有一个意愿的调查。那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意愿调查有意愿调查的人，不难道就是他要打了吗？你为什么还要一个意愿调查完之后再做一个施打的一个调查？多此一举。对，多此一举啊，没有必要。然后别人在意愿调查的时候，你让他意愿调查的时候很简单，因为大家去登记意愿调查都很简单。可千惠将来等到你要预约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很困难，又是一关，又要忙一整天。对，你要忙一整天，真的很困难。但我觉得这个完全都是逻辑不通啦啊！为什么逻辑不通呢？因为大家想想看哦，今天如果说你已经做了一个意愿调查之后，在疫情很严峻的一个情况之下，其实大家现在全球的普遍的共识是讲说，你还是应该施打，因为施打的话，我们看到这个 AIT 的这个油漆工嘛，他不是因为已经打了 BNT， 那他感染了，感染之后最起码他没有重症，对，所以你施打是不是？也许他没有办法说确保你绝对能够降低重症、降低死亡率啦，是，所以他还是有这个，也就是为什么呢？在最近这个民党宣传的一个情况之下呢，就是说，好，如果你这个你没有的话，那说不定你可能会打到高端。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这个威胁，让这个老百姓产生这个心里面有这个恐惧的情形，真不要做这样的情形。我觉得你反而是这些的钱从哪里来？又不是你这些行政官员的付的钱。如果是这些行政官员你自己付的钱，你说你选择你要怎么样？但今天这个钱既然是从我们纳税人的这个钱民脂民膏出来的钱，这些钱从哪里来？是民间的钱。那你既然这些的钱是老百姓辛苦纳税缴给你的钱，你当然是应该用这些的钱去买疫苗，去做对老百姓健康有帮助的，否则老百姓不存在了，你政府还会存在吗？它就是不存在嘛。